探寻历史烟云，解读人文传奇。大家好，我是涅槃说时。在民国年间，众多的云南古匪中，匪首张结巴绝对是最狠毒的一个。他纠集了千余人在滇西北尔源一带占山为王。他既不打军阀豪强，也不扶贫济困，而是肆行烧杀抢掠，涂炭百姓，手段残忍，杀人如麻，凶恶之极。流传在滇西民间的张结巴调揭露他杀人的惨景和控诉他野蛮残酷的罪行，如荒殿鲜血流成河，尸骨堆如山，开肠破肚好吓人，炒吃人心肝拿来用作下酒菜，并非虚夸，以至于事情过去已近100年了。现在看到这些记录，我们还是触目惊心。甚至在永平县境内的曲洞村，因张结巴烧杀曲洞人民之日已经成了曲洞人民不准结婚之日。可你知道，这个恶名远扬的魔头当年也只是云南兰平一个苦命娃，父母早逝，口齿不清，幼年跟着祖母沿街讨饭。谁能想到命运的风雨把他从山村苦童一步步逼成滇西第一恶匪？他为何会变成这样？是谁把他推向了爬龙背的道路？今天我们就从头说起，看看这个张结巴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从一个孤苦小儿走向了血腥匪首的不归路。张结巴1899年出生于云南兰平县，因其从小口吃，所以有了张结巴这个绰号。后来他叫张占彪，其实是顶替别人的名字。张结巴从小便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后来由于天灾，一家人在家乡无法生活，祖母只得带着他和他的大姐到剑川杨岑鹤庆牛街打短工，有时还得沿街乞讨。张结巴9岁时就在牛街给人放羊混口饭吃。有一天，忽然一只豹子从山林中窜出，咬死了10来只羊。羊的主人硬是逼着要他赔。其实你想，一个9岁的孩子，他哪能赔得起这么多羊？于是吓坏了的张结巴选择逃到灵应山罗刹洞里面躲了起来。而他的祖母也没有钱赔偿这笔钱，是又惊又怕，吓得是一病不起，不久就亡故了。结果那羊的主人还不解气，将其祖母的尸体抛在了仙人掌丛中。得知消息的张结巴为了埋葬祖母偿还羊价，急忙从山上回来，自愿卖身葬祖母。恰有一邓川礁石洞商人路过牛街，见此情景，遂生怜悯之心，出资给他办了事，并将其带往礁石洞。到了礁石洞不久，他被瓦密头村无儿无女的汉炳林夫妇以1500文铜钱赎出，做福子，并改其名为汉杰苏。他在汉家的头几年很勤快，放羊、砍柴、种地，样样都干。汉家夫妇也还喜欢他。后来汉炳林夫妇一连生了3男2女，对他就冷淡起来。而张结巴也自觉在汉家无指望，便整日赶着羊群在山上生活，直至把羊杀光吃光也不回汉家。也就在这时，张结巴认识了水北人长毛老2、尖嘴老3，三人臭味相投，便想着在如今这世道，像他们这种出生的人，只有爬龙背，也就是当土匪才是出路。于是就开始在鹤庆北河山上开始了为匪生涯。而其养父汉炳林为甩掉张结巴，便以此为由报知县署。很快3人便被捉拿归案。这时县上正在募兵，县署里有一姓魏的少官的亲戚张占彪也在应募之中。魏少官遂以张结巴顶替自己的亲戚，张结巴阴差阳错的便当了兵，并在其后沿用了张占彪之名字。张结巴那时刚刚20岁，在邓川常备队服役，但是他根本受不了军纪约束，常外出游荡，惹是生非。有一次，他约了几个人到酒馆喝酒，调戏酒馆姑娘，并借酒撒疯，大打出手，将酒馆砸得稀烂。回队后，他受到严厉的训斥，挨了40军棍，并被关了禁闭。一天夜里，他竟然将卫兵打死，拐带枪支越墙逃回了礁石洞。然后有了枪，又学到不少军事常识的张结巴，回家后就找到了以前的狐朋狗友50多人，再次上山爬龙背去了。众人推他为匪首，干起了拦路抢劫杀人的勾当。一日，他带着众人到鹤庆西园路上，遇着40多人的接亲队伍。他一声令下，众匪将人全部杀死，钱财一扫而光，就连死人身上的衣服、新娘的绣花鞋、新郎的红绣布、鼓手的那教夫的红轿也全数掳尽。张结巴与众匪回山后，即用这些杀人越货得来的财喜，尽情享乐挥霍了一番。为扩充力量，他又令一个叫玉东狗的匪徒带着200元到大理买枪支弹药，招收人马。谁知玉东狗到了大理，吃喝嫖赌，把这200元钱花得一干二净。花完了钱的玉东狗不敢回山交差，
张结巴在山上左等右等也没等不来玉东狗，恼怒之极，遂带领几人到玉家，将其妻子及2个儿子都残忍杀害。半年之后，玉东狗才回到家中。听闻消息的张结巴连夜下山，将玉东狗抓上山，然后叫人将其心挑出来炒熟，边吃边说：“今天爷爷我吃了这条狗的心，方解心头之恨。”这场景我只在《水浒传》和《封神榜》里面看到过，而在张结巴的土匪生涯中一直如此行事，所以也让他成为了滇西一带危害激烈的恶魔。不久，官兵剿匪将张结巴的土匪打散。张志深一人来到兰平城，拜了青帮大爷杨文龙的码头，并得到杨文龙之青睐。由于他了解新帮规矩，又胆大妄为，不久就当上了管三。杨文龙是县团保局团首，负有地方绥靖之责任。虽觉张结巴能为己用，但终究是地方一害，便有害张之心，只是念在帮会情分上，没有下手。张结巴狡诈过人，觉察到此点，便先下手为强，设计将杨文龙杀死。1921年6月，他与洱源县大松店彝族人罗高才、清末文生赵师长结拜为异姓兄弟，以罗为兄，张第二，赵第三，并决定自立山寨，招纳土匪。罗高才曾参加过军队，参加过滇军护国讨袁之役。回昆明后，觉得在军队也混不出名堂，就假借家有老母无人奉养，申请了提前退伍，在当地放牧，安分守己。但因其身强体壮，枪法过人，又有些军事常识，所以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后无故被人栽赃为匪，被团丁抄了家，只身逃了出来。张罗赵等3人决定自立山寨后，在永平城里纠集了一些小喽啰，并探查清了县城团防队的情况，想方设法抢劫该队的枪支。一天夜里，3人带领一群匪徒摸进了团防队。罗高才只身挨拢卫兵，在脖颈上使劲一踩，卫兵登时气绝。他提着卫兵的枪守住大门。张结巴、赵师长带人冲进寝室，各用菜刀砍死了正在睡梦中的勤杂人员10多名。这时团防队的官兵都外出逍遥，其全部枪械即为他们所得。接着张结巴火烧团防队营房，罗高才带人杀进县衙门，县官和他的老婆惊惶从后门逃窜，赵师长则带人砸开监狱，放出囚犯。罗高才大叫：“愿跟我们爬龙背的领枪上山！”一些囚犯一拥上前，扛起了枪支。罗整顿人马系有100师之众，即领人上山。罗成为该匪谷的匪魁。这股土匪势力越来越大，在洱源附近各县抢劫近2年。罗高才与张结巴、赵师长结伙为匪，并当了匪首后，并不甘居于这种生活。他觉得自爬龙背以来，不仅没有发大财，反而受追剿，几次险些丧命。而张、赵等也无大作为，只知道一味杀戮，特别是张奸诈难防，时有反目之举，蓄谋另立山头。他唯恐自己终不免被其所害，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生出招安之心。1924年元月初，另一股匪朱石宝派头目草上飞还找罗、张股匪，约他们共同抢劫样城，以抑制省军对土匪搅拌。罗大喜认为这是杀朱石宝受招安的大好机会，遂欣然同意，并决定朱石宝攻打城北门，他攻打南门，两股汇合于县衙门。草上飞走后，罗即召集亲信暗中受计。罗有意推张结巴为尊，以便稳住他，以利于招安的进行。张结巴喜之不尽，以为罗高才真要让位，而朱石宝也在想借攻打样城之机吃掉罗、张、赵的队伍，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占领样城。这些匪首是各怀鬼胎，单等初6夜晚见分晓。初6晚上大约11点的样子，样城南门外火光一闪，张结巴、赵石榜急猛攻南门。朱石宝到北门附近，听到南门枪声甚急，便不顾一切向北门攻来，冲到距门不远的一片松林里，即为罗高才所率亲信匪众包围。罗高才手举枪响，吧唧一声，朱石宝仰面朝天，脑浆涂地。朱手下众匪见龙头已死，一阵慌乱，以为是省军来剿，纷纷逃神。罗高才趁势冒充省军，将朱匪众打得溃不成军。接着罗高才告诉张结巴说，朱石宝被省军伏击，已被打死，让张马上停止攻击，立即回山。次日晨，罗高才迫不及待就宣布招安。众匪设伏不敢一议，只有张结巴愤愤不满，但一时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强忍下这口气。罗高才砍下了朱石宝的头，写了文书，派亲信送至大理。大理镇守使李选庭得报大喜，
赐给罗一之5眼3响的左轮枪，随弹百发，令他开赴大宗殿，听候正式招安。张结巴自招安后当了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心里一直不痛快。在他眼里看来，当兵哪有当土匪自在？加之罗高才大权独揽，为升官发财吃空额，张结巴徒有虚名，于是带着10多个心腹重新反水，继续爬龙背去了。农历8月，张结巴带人在罗平山遇到了圆珠石堡的部下陈克武和李义博等小股土匪。张结巴向几人讲述了自己的一番遭遇和心境，几人感慨了一番，于是决定还是合股才能做强。然后张结巴被他们拥为了匪首。其后他们在洱源、邓川、鹤庆等地大肆收罗溃散匪徒、社会闲杂人员，并指名道姓逼着青壮年当匪，还强派各村送粮送枪，违者就遭大杀。张结巴就这样以种种手段聚集了数百人，重操抢劫杀人的勾当。至年秋，张结巴率匪部窜到洱源东山南大陂一带，意欲攻打县城。他听说县城开来省军一个连，即设计将其调开，随后将匪部分为3队。他亲率一部分攻打罗高才的老家大松殿，罗一直未回县城。陈克武带领打下大松殿后进攻洱源城，李义博、杨老幺率匪徒在清水河策应。罗高才得知张结巴要攻打县城大松殿，除报大理镇守使要求省军增援外，还在大松殿周围布置好了埋伏，准备迎战。张结巴带着土匪连夜窜到大松殿附近，与拂晓派出3个匪徒下山侦查。突然间，埋伏的保卫队哨兵从树丛中窜出，举起免刀将他们发死，然后诱人不知鬼不觉地潜回原地。张结巴等众匪不知前面发生变故，继续向前赶来，走入了保卫队的伏击圈。保卫队官兵举枪齐射，土匪伤亡大半，余众抱头鼠窜。张结巴见状大怒，暴跳如雷，亲自驱赶着剩下的顽匪进攻，占领了几个据点，将保卫队逼进村中。双方一直激战到中午，不分胜负，各有伤亡。张结巴的左肩也中了一弹，他捂着伤口，杀红了眼，狂呼乱喊，指挥着土匪进攻。正当他带人由村东冲进村时，西北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省军派出一个排来大松殿支援。张结巴不得不下令撤退到村西树丛中。这时在山坳里正有3个老人放羊，张结巴看见，急令手下提来，以泄魏攻进大松殿之恨。他们把老人绑在树上，张结巴疯狂地叫喊：“他奶奶的，挖心！哇哇！心给爷爷我吃！”他将匕首拔出，活活将老人的心挑了出来，点着火烧熟了，和几个土匪分吃了之后，又令人从老人尸体上剥下3块皮，贴在自己的左肩的伤口上。这时省军逼近大松殿，将张结巴击溃，另2路土匪亦不敢露面，窜回山中。几天后，他们派出匪探到洱源城内侦查，得知省军已回大理，城内兵力空虚。县长王用重到大理去开剿匪会议，保卫队主力随罗高才在大松，只有保卫队正警队等50来个官兵守卫，便决定乘机洗劫洱源。农历9月21日，张结巴匪部由清水河倾巢出动，向洱源城扑来。到达时已是半夜，洱源居民正在酣睡中，守兵亦在抽鸦片、赌博之后松懈警惕睡大觉，不人站岗放哨。土匪摸进北门城堡，连砍10多名团兵，余下的团兵不能抵抗蜂拥，逃出东门外。只有保卫队曹教练带着3个伙夫与匪徒死战，守住保卫队队部。此时城中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匪徒一抢劫，民财被调抢一空，还掳走了近100人，连县长王用中的小儿子也被抓走。随后张结巴下令，清点所抓之人，勒索赎命费，限期交清，清点被抓女子任匪徒奸污。于是城中群魔肆虐，女子受尽凌辱。匪情传到大理，官员们惊慌失措。镇守使李选庭急派人送县长王用中星夜返回洱源县署，另写公札派邓川的补充大队驻脚。该补充：陈大队长马上检点兵马，向洱源出发。